来了来了，赫尔松大决战真的要来了！超10万人聚集在这片战场，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这话可不是火力军在开玩笑，不相信的话，了解一下俄乌双方军队的一些动向。俄罗斯现在正忙着非战斗人员撤离赫尔松，据说为了顺利完成这个工作，地方当局还为居民许诺每人10万卢布补贴以及在俄购房许可证明等援助。而事实也证明了，这样的举措确实有效果。如今，俄罗斯已经成功撤离了8万余名居民。平民的撤离意味着俄军能够将更多的运力集中在军事部署上，可以为前线士兵运送更多的物资。于是，在撤离了大量居民以后，俄罗斯开始了下一项工作，那就是在赫尔松集结重兵。从10月份开始，乌军便在南线集结大量兵力，向赫尔松发起反攻攻势，希望能一举拿下这座自俄乌冲突初期便丢失的重镇。然而，随着俄军防御阵地的逐步回缩，乌军反攻脚步也逐渐放缓了，甚至基辅还在怀疑这是不是俄罗斯的阴谋诡计。同时，乌克兰也侦测到了俄军向赫尔松方向增兵的动静。目前，俄军已经在赫尔松第聂伯河右岸地区部署了将近3万兵力。另外，俄军战力最强的陆战队、空军以及特战部队也正在赶赴赫尔松战场，加上俄罗斯进行局部动员任务中完成训练的4万余人，也将被派到赫尔松。同时，乌克兰还表示，伊朗为俄军提供的新型弹道导弹也将出现在战场。当然，面对俄军的咄咄逼人，乌克兰这边的准备也毫不含糊。根据最新消息，乌克兰同样也在赫尔松地区集中部署兵力，共有5万余人的军队和雇佣兵聚集在这里，准备实施大规模反攻行动，其中也包括乌军最新组建并完成训练的生力军，也就是装备大量美制装备的第77空降旅。反攻赫尔松的行动，乌克兰从4月份便已经在做准备了。可以说，乌军一直都在反攻，但就是无法逼近赫尔松城。在几轮声势浩大的反攻行动中，乌军也是消耗了大量的兵力与装备，但收获的成果却是寥寥无几。无论如何，乌军肯定要在赫尔松大决战中拿回面子。从今年9月份开始，乌军便一直组织大规模反攻行动。最成功的行动莫过于秋季在北线发动的哈尔科夫反攻行动。当时，乌军利用俄军西部军区主力撤回国内修成，前线大量接触线缺乏兵力驻守的空窗期，凭借着北约提供的情报以及皮卡轻步兵武装侦察探点的防线，找到了俄军战线上防守薄弱的部位，威胁俄军后方补给线与集结点，最终逼迫前线驻军的俄军后撤。乌军从巴拉克列亚地区一路推进到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的3州交界地带，整条战线向前推进了数十公里。在这之后，乌军也经常使用这个战略，只是不知道在这次赫尔松大决战中，乌军会不会采用哈尔科夫大反攻的策略，利用北约的情报支援，寻找俄军因为兵力不足所暴露出来的战线弱点，逼迫俄军自行退却，从而控制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哈尔科夫的胜利反攻是因为多方面优势都在乌军这边。一方面，乌军机会抓得好，正好抓住俄军前线缺兵的空窗期，用10个旅打2个团这样的兵力绝对优势，在不计伤亡的前提下获得了突破。另一方面是乌军对手选得好，俄军西部战区的部队虽然是俄罗斯阅兵盘面，装备水平相当高，但不管是战斗意志还是战斗素养，在俄军内部都算是比较弱的。再加上3月份的时候，因统帅不靠谱的布罗瓦里军事冒险耗尽了锐气，所以才有了一点突破全线撤军的丢人场面。但在南线的赫尔松地区，乌军面对的则是打不通的情况。俄军在赫尔松方向负责防御的主要是南部军区以及海军和空军的部队，这些都参加过叙利亚战争，同时还长期执行高加索等多防线战备任务，不管是经验还是在素质上，都比负责哈尔科夫方向的俄军强上不少，很难出现战线上一点突破便能长驱2人的场面。同时，俄军战线密度也开始向正常水平恢复，不会再出现9月份那种上千公里的接触线只有几万人驻守的情况了。所以，乌军会在赫尔松采取什么样的战术，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保不准北约高层直接帮助乌军谋划。此前，由于赫尔松已经公投入俄，但俄罗斯选择撤离当地平民，这一举动很多人看来是普京有意示弱，
觉得俄军全面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然而仔细一想后发现，俄罗斯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将赫尔松纳入本国版图，倘若就这样轻易地放弃领土，对于俄罗斯与普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这明显就是为了清理战场干扰因素而已。赫尔松当局近日表示，经过1周左右的紧张工作后，赫尔松所有民众基本都已撤离，而俄军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战斗。除此之外，赫尔松还在招募当地男性公民介入民兵等准军事组织。显而易见，赫尔松已经在实行战时状态。俄罗斯选择撤离民众，则是为了能够集中力量进行战斗。从基辅方面的征兵动态以及向前线输送战斗人员和重型装备的力度来看，外界预想的赫尔松大决战应该很快就会展开，甚至可能会发生在冬季之前。因为俄乌双方都已经在这里集结重兵，这里将要发生一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当然，有些人也在疑惑，为什么双方会选择在赫尔松进行大决战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在公投加入俄罗斯之前，它是乌克兰的一个州。毫不夸张地说，赫尔松关系到克里米亚的安全。从地图上来看，赫尔松地区被第聂伯河下游一分为二，大约1/3位于河的北岸，其余位于南岸。而首府赫尔松是位于第聂伯河的北岸，俄军兵力在赫尔松地区的部署也就被一分为二。俄军在这个方向要组织新的进攻比较困难，组织防御也很困难，原因都是因为第聂伯河的限制，并且桥梁还时不时被乌军破坏，使得俄军兵力机动和后勤保障都比较困难。赫尔松地区东南与亚速海相邻，西南与黑海紧挨着，还控制了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唯一陆路口以及第聂伯河口。对于乌军来说，拿下赫尔松地区就能保住整个西部沿海地区，就可以保证不会陷入俄军包围之中。要不然的话，俄军迟早将乌军重重包围，而且冬季马上就要来临了，到时候泥泞的道路消失，全部变成冻土地带，俄军的装甲部队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再加上俄罗斯的局部动员基本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训练和分配兵力。所以目前对于乌克兰来说，必须要提前拿下赫尔松，才能有效遏制俄军。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一战同样非常重要。从地图上看，赫尔松地区算是俄乌战场南部战线上的一个突出部。在突出部地带作战，防御方往往要比进攻方更加困难，因为进攻方可以选择从多个方向进攻突出部，所以对乌军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俄军需要在这里部署更多的人员与重装备，才可以抵挡乌军的反攻。不过赫尔松地区夹杂着部分小平原和丘陵，进攻方只能展开中等规模的部队。此前乌军向赫尔松进攻的时候，每次投入的都只有数百人的营级部队，就是因为受到了地形的限制。反观俄军，在小平原和丘陵的结合地带，防御方可以在较远距离发现乌军的动向，并以大量直射和驱射火力提前杀伤进攻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驻守赫尔松的俄军才能在之前的1个多月时间内挡住乌军反攻脚步。不过这种零星的中小规模战斗恐怕也快到头了。随着俄乌两军的部署工作接近尾声，双方或将爆发一场战役级别的大规模战斗，甚至可说是在南部战线的决战。此战过后，赫尔松的归属才能真正落定。对于俄军来说，在乌克兰的作战目标绝非仅限于拿下固守赫尔松，而是要进一步扩大战区。将赫尔松战线稳固以后，还有可能要去拿下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全面控制黑海北部海域，让乌克兰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内陆国家。一旦俄军在赫尔松击败乌军，乌克兰必将在军事实力、作战士气以及政治影响方面受到重大打击，由此导致抵抗意志的崩溃。所以火力军有理由相信，俄军将围绕赫尔松战场对乌克兰实施猛烈的打击。当然，俄军能不能做到就是两说了。赫尔松地区的得失，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若是乌克兰在这里失利，等同于西方数十个国家的失利。而俄军若是保不住赫尔松，那么普京的威信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这一战必定要打。而且俄军发起战争的速度可能会比想象中要快，因为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战斗群正在火速赶来。
围绕赫尔松市的争夺作战就成了这一阶段俄乌战争的聚焦之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之前的1个月里，乌克兰集中了5倍于俄军的绝对优势兵力。这段时间以来，即便乌军每天要付出大量的伤亡，仍没有放弃反攻行动，足以见到泽连斯基的决心。而且对于俄军来说，有好几个方面都是弱于乌军的。其一就是情报方面，俄军的战场监控能力可是严重不足，同时还缺失战役情报保障能力。虽然比起前几个月来有所缓解，但依然非常严重，这让俄军很难有效地调整兵力部署。其次就是兵力上的空缺依旧存在，战役上的预备队力量不是很充足。虽说俄罗斯通过军事动员已经让一部分新兵和民兵上了战场，但完成训练并部署的兵力，相较于俄乌接触线的长度来说，依然是不够用的。在前线的乌军拥有数倍的兵力人数优势，再加上俄罗斯有限的战役侦察能力，也会恶化兵力空缺带来的问题。随后就是后勤方面，随着冬季的到来，任何一支部队的后勤压力都要超过之前，而且战线尚在赫尔松与尼古拉耶夫州的边界地带，这就意味着俄军补给线依旧需要跨过第聂伯河到右岸去。这条河道俄军控制的桥梁有限，而且还要防御乌军的反攻，所以在考虑到这些桥梁的运输能力后，意味着前线俄军所能获得的补给是非常有限的。这对于主要依靠炮火杀伤的俄军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乌军真正的进攻目标只有赫尔松吗？对此地的攻势是不是为了掩盖其他方向的反攻呢？目前乌克兰已经启动了第6轮动员，希望可以拼凑出一支100万大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搜罗国内年轻劳动力，还向立陶宛和波兰等邻近国家发出求助信。根据俄罗斯的估计，由乌克兰部队和北约雇佣军组成的武装力量正在各条战线上活跃着，他们的集中出现对俄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考虑到乌军始终保持着兵力规模的优势，如今准备投入更多的有生力量和雇佣军，显然是为了继续巩固乃至扩大这方面的优势。而只要兵力优势仍在，乌军就有在战线上多路出击的资本。赫尔松地区是当前俄乌两军南部战线的突出部，是最容易受到乌军正面猛攻的地带，但也不能排除乌军会在此地虚晃一枪，转而由哈尔科夫方向出击，攻打顿涅茨克或卢甘斯克地区。或许赫尔松大决战并不是一场孤立的战斗，双方有可能会在战线的多个点上同时爆发交战。至于乌军真正的主攻方向，目前看来也就只有泽连斯基与北约知道了。火力军在此期待乌克兰打出震惊所有人的牌，让我们静等双方真正意义上的大决战吧。你们觉得有哪些地区会成为这次决战的目标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